一个特别容易让儿童感到恐慌的时代。一个人学会了阅读以后，其实你也挡不住他的成长。教师不是一个卖矿泉水的人，教师应该是一个纵火者。我们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欠债之多，远远还没有还清。一个学校能够自主招生、知识文凭，这个学校才有真正的自主权。所以现在所有的教育问题最后都推到教育之外。这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收获杂志社。每天编辑部主任叶开都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来稿。这些其实刚刚清理掉了很多了，超过2年的我们就堆到那边去了。在语言文学领域游刃有余的叶开，5年前却在女儿的小学语文课上马失前蹄。因为那时候有一次跟教师跟家长的交流嘛，是我太太去的。太太去交流的时候，老师就说：“我们女儿廖小乔说有阅读理解障碍。”叶开知道女儿一向喜欢读书，老师的评价让他深感意外。当时，小乔的功课由妈妈辅导，这位古典文学博士常为女儿的语文作业弄得手足无措。例如，学到智烧敌舰时，作业要求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。因为刚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彩图本，小乔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：孔明和庞统。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。然而，老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，因为标准答案是诸葛亮。直到亲自走进女儿的课堂，叶开了解到问题所在。那是一节3年级的语文公开课，课文叫做《带刺儿的朋友》。秋天，枣树上挂满了一颗颗红枣。一天晚上，新月斜挂，我刚走到后院的枣树旁边，忽然看见一个圆乎乎的东西正缓慢地往树上爬。我女儿是非常积极棘手的，老师从来不问她。终于有一次实在大概不好意思了，问了她一句，我女儿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她没法回答。老师，为什么叫带刺的朋友？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朋友。这个你先坐下吧。还有其他同学有问题吗？那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起立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上海的教材把中间的过渡自然段给删掉了。虽然说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个很差的文章，但是经过上海的这个语文教材编写者的删改，就逻辑都不通了。叶开这才明白，女儿所谓的阅读理解障碍，只是不符合教材的标准答案，而这种标准答案，时常让文章的原作者也感到莫名其妙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她是当时上高中，当时一个语文测试的卷子就是我的一篇文章，我还记得那个题目叫做“人的高贵在于灵魂”。他拿那个卷子拿给我做，他说：“周叔叔，你做做。”后来我就按照他的题目做下来以后，他按照标准答案来给我打分，69分。勉强及格，他当时好高兴，他说还比他还低，他是70几分，所以我说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荒唐的，就是什么段落大意、主题思想，某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，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，作者自己写的时候，他有这些想法吗？而且哪怕作者自己有他的一个想法，他的想法能够作为标准答案吗？